你可以在这里设置速度以及字幕。我见过外国人说他会几句中文，你好，谢谢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我的天，哪个神仙教你的？我的天，哪个神仙教你的？哇，好棒哦！教他的人给他解释了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。这句俗语我下次再跟你解释。重点是他把说和曹操这几个字的发音说得很准。为什么听起来那么准呢？我认真的研究了一下，因为他把平翘舌说准了，而且有恰当的轻重音区分以及断句。语言是通过模仿而习得的技能。我应该提醒你注意哪儿，重点是哪儿，也许可以更快地理解并掌握。所以今天我会解释得更细致一些。快点！学习语言也是个慢慢积累的过程。中国有句话是“贪多嚼不烂”，意思是细嚼慢咽。我们都要有耐心。今天来学几个有关“狠”的替换词。这些词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用。我们在扩充单词量的时候，要理解这句话会用在什么场景。另外，我也会把读音好好解释清楚。最常见的这个字“狠”，很漂亮，很累，很烦。它的近义词是挺，挺。比如别人问你，哎，你最近怎么样？就可以回答，挺好的，你呢？普通的寒暄就回答，挺好的。意思是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切都很好。但我没有什么关于自己的事儿想说，所以加一句，你呢？如果在街上遇到劈腿的前男友，他问你这几年过得好吗？就可以回答我过得很好，谢谢。你甚至可以说好的不能再好了。哼！如果导致分手的过错方是我可能会回答还行吧，你呢？还行吧，意思就是马马虎虎，马马虎虎，有点敷衍。如果女朋友穿了一件新衣服给你看，她问你，哎，好看吗？你看，好看吗？不能说还行吧，这种场景就是不好看。你们遇到这种情况，会不会实事求是地说呢？中国的男朋友们求生欲很强，因为他们如果不用高情商的话术，然后还强调自己是钢铁直男，他们如此不会聊天是理所当然，十有八九会变单身狗。这句话的意思是10个里面有8、9个，因为十有八九他要生气，你们十有八九得分。意思是80%到90%的概率。他要是问你好看吗？
就回答，挺好的。意思是一般，他不会揍你，但他可能不开心。所以挺比狠的程度要低一些。挺的搭配挺好的，挺不错的，挺漂亮的。很贵只是在表达价格很高，没有我觉得。比如看到车库停了一辆豪车，问朋友，你猜这个车多少钱？我就回答，不知道，肯定很贵。如果我说挺贵的啊，挺贵的，意思就是我知道大概多少钱，我觉得贵。他问，那你喜欢吗？我给你买。哇哦！我就回答，挺贵的，没必要吧？挺贵的，没必要吧？如果今天上班不顺利，回到家后，伴侣就问你，怎么不开心啦？我可能会说，啊，挺累的，我先去洗澡了。挺累的。如果我说，好累呀，这种就只是抱怨，表达自己的情绪。但你用挺这个字来说别人，你挺行呀，你挺可以的，挺可以，挺行，就有点阴阳怪气，意思是有点不满。这是语言习惯而已，没有对错。还有人会把情绪表达得更清楚一些。哇，我要累死了，累死了，很累。这种表达感觉是在说别人，比如给小孩说：“爸爸今天很累，你小声点儿。”如果爸爸已经被吵醒了，他给小孩说：“爸爸今天挺累的，你去客厅玩好吗？”好，我们来说这两个词的发音。挺好的，挺累的。挺是第三声，你看中文拼音的时候要注意，这个词和它后面的词，比如挺累的，这个累字是第四声，所以挺字的声一定是特别低，没有任何转折。挺累的，挺累的，挺累的。而挺好的这两个字，它们都是第三声，它是一个波浪的读音，挺好，挺好。这是通用的规则，你一定要记住。如果以后你遇到别的字，两个第三声的字放在一起，你看看读音就知道怎么说。好的。再比如，我想老鼠。中文里一般重音的位置是你要强调的字。这种非常短的三个字，重音别放在最后一个字就可以了。还有一点，这种句式是副词加形容词。
挺是副词，累是形容词。你后面要加一个的字，听起来就比较自然。通常不会说挺累、挺烦，我们会说挺累的、挺烦的。的字在这儿只是一个强调作用的词。好，我们来说下一个字，真。它的常用搭配是你真好，谢谢。你真好，不说你挺好，谢谢。你很好，谢谢。我们说你真好。珍贵，这个是个感叹词，比如看衣服，拿起来价码，哇，真贵。或者说，哇，这么贵。真好吃，真漂亮，这样也算是感叹词。这种强调的是形容词的程度，所以重音在第一个字。你再听我说，真好吃，哇，真漂亮。如果表达的情绪比较正面，就说得慢一些，而珍贵这两个字的发音都会短一些。你看，就像负面情绪的表达，都可以说得快一些。好烦，好烦。特别，特别，也是很的意思。你今天特别漂亮，意思是对比，而且强调的程度更高一些。比如在路边看到有关家庭的灯箱广告，就会说我很想家，我特别想家，这种感觉就好像明天要请假回家了。当我们说我特别想家，特别这两个字可以说得重一些，一副下定了决心的样子。比如，你怎么又迟到？我特别想打你。拳头已经握紧了。好久没吃火锅了，特别想吃。其实已经决定好了，要去吃。你看第二句话，我特别想吃，重音就在特别吃。你看音轨也是这样的，我特别想吃。还有一个词，非常，它和特别差不多，但它没有对比的意思。比如，非常好看，这就只是一种肯定，就像马上要出门了，对着镜子鼓励自己，我今天非常好看。我今天非常好看。我真的好想家，这种就像受了什么委屈要哭了。我真的好，我真的好，也是很的意思。我真的好想你，这种表达程度最高。我特别想你，因为它有对比的意思。听到了可能会问，为什么？今天怎么了？为什么今天会特别想呢？我真的好想你，这个比特别想还要想，而且它描述的是一种状态，比如我真的好开心啊，
我真的好幸福呀！你看，就是现在的感受。再比如，哇，真的好贵，就已经付完钱，拿到新买的包包，自己还在感叹，哇，真的好贵。这句话的重点在真，像是滑滑梯。你再听我说一遍，哇，真的好贵，真的好贵。这种程度副词，你要强调它，就把它说的重一些。如果你说我真的好想你，把你字说得很重，像是在对着大海、大山喊，我真的好想你。不然呢，会想别人吗？今天我讲了，挺好，还行，特别，我真的好想你。